你们红了之后，生活有变化吗？就变得越来越忙。怎么忙法呢？就是我今天晚上要演出，然后我现在要接受你的采访，没办法睡觉。那咋办？因为答应你要接受你的采访，真是难为你了。关系。关键问题是为了全职高手。对，为了全。我们在上海同时见了阿云嘎和郑雨萌，他们为最近热映的电影《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演唱了主题曲。很多人都说他们是最合适的演唱者，与电影类似的友谊，音乐剧与电竞也都是所谓小众的门类。有些是青春的诗篇，写在心里面，坚定了每一次开学。音乐剧其实是相对小众的，跟电竞一样，相对小众的一个艺术形式。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就是通过这种大众娱乐的方式，这个事儿一切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那个，对吧？前进道路。那银河璀璨着，流淌着无边无际。我不再屈从我的命运，我属于我自己。你们当然想推广音乐剧嘛，但是呢，走红之后，可能我说一些粉丝他就把你当爱豆，或者说他其实更 care 的就是让你们很帅，很喜欢你们，那反而那个音乐剧成了一个次要的议题，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现在目前还真有点这个，对。但我们俩而言的话，还是现在慢慢的去掰嘛。那当然也有些人觉得我们俩这种兄弟友情去喜欢，也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俩的这种气质啊，也有这种喜欢，有不同的。但我们希望最终的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音乐剧迷啊，因为我们的道路很长很长，不是我们现在有点人气了，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的未来还有几十年，我们可能每年有很多未来的音乐剧，可能还会更好。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会坚持下去。可是现在你们这个红了之后，更有名之后，确实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找到你们了。全职高手这样子的，他的主题曲会会分散精力吗？其实这个还好吧，因为这个反而对我们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作为我们音乐剧人，就是好多人都会把音乐剧演员就归类为一个什么唱法，或者古典唱法，或者现在当今最火的 Hamilton 是吧？汉密尔顿说唱的形式的音乐剧，你这怎么你这不是流行吗？它就是流行的，它是当今最流行的。然后票你2年才能等得上看得上，啊，所以我觉得
就对于我们像《全职高手》这样的大的 IP 找到我们唱，歌也很好听，然后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叶修也很帅。心却不断追赶，时间被淘汰，那些跌跌撞撞都将化成期待。我16岁就在内蒙军区当兵了。文工团的工作，大家其实周围的人肯定会觉得是个很好的工作嘛。很好的工作呀，当然你当兵啊，那是铁饭碗呐。你是军人，你就会觉得特别有自豪感。那为什么一个有这个好工作的内蒙的一个小孩，就愿意放弃它，然后去到不知道前途的北京呢？在团里面，因为我们是舞蹈演员，然后一到28，就是待了10年，在那儿跳了10年10几年，就他会复原到他的老家。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我突然看到我自己未来要回到老家吗？我就给自己就提了个醒，我说我不能，我看看我到北京，我再闯一闯，看看更大的世界。你看到了那个可预见的，好像没那么有趣的未来。是的，不想要了。是的。那你的那个经历是类似的吗？我看你从事业单位辞掉，但我的大学毕业了，他那是从小当兵啊。其实有一种感觉是很相似的，就是当我坐到那个办公室里面，我就感觉我可能30年都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没有任何就是可能工作会发生变化，然后由于我事业单位你知道要打卡对吧？每天我去了老是忘打卡，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扣工资扣到了800，因为你不打卡就等于没来劲。比较喜欢自由一点。对，我是非常喜欢自由。当时纠结过吗？或者家里反对过吗？反对，肯定反对啊。所以我辞职都没有，一开始没有告诉我妈。他们不晓得。肯定呀，他妈妈非常厉害，他妈妈肯定不同意，我都知道。我妈脾气很大。知道以后呢？训斥了我一下，委婉一点，训斥了我一下。练习的画面又浮现，多少个日子肩并肩，付出的汗水，为了能登上山巅。可是出来刚开始做音乐剧的时候，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情况。对，没有事儿干。不火的时候，他在票务站，他是卖票的。对，我原来在票务公司嘛。他是卖票的。我说真的，去商场发那个。那不是他，那我自己的，那不是他的演出。你自己给自己发。对，因为没有人买，你只能送。送都没人看。你别说那个什么买了，因为别人以为是传单。咱俩演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阿凡提的时候，还是就是阿凡提的时候，底下观众啊，真的，我们演员是20多号人，底下观众10几人。对，最后连检票的保安全都进来看了。然后我们的团队的，比如说我们的舞美什么的都下去看，然后多了30多号人。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是最难忘的一场演出。谢幕的时候，台上人比下面，哇，这太经常了。我们原来演原创的时候，经常发生这件事情。其实那一天演出是最嗨的一次，我反而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中国音乐剧，之最了，应该是对，就是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这太尴尬了，非常尴尬。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是不是改行啊？所以从那个失落。真的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参加一些比赛吧。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我都在说我是音乐剧演员。为什么？我希望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有这么个人。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我现在是一名音乐剧演员。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你们就是这么一路遭受这样的打击？哦哟，太多了，这种的太多了。以后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相信以后应该不会，不要再出现这个情况。相信不要。英雄小手，谁能拼到最后？写一部传说。你知道《魔都1秒难》这个？知道。喜欢吗？不喜欢。为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不夸你成绩好吗？不是这个可能，那希望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维持时间越来越长嘛。这个东西也不是，有可能明天就不是了。你担心昙花一现？不是担心昙花一现，是希望这种现象能维持的长久一点。因为我们做音乐剧演员，就是说拿票来说事儿的话，我们经历过太多的挫折了。有很多演出真的是因为没有人看就慢慢搁浅了，即使它是个好作品，因为市场太差。基本上现在我觉得还是相对小众音乐剧的市场。音乐剧的市场其实在国内它是小众的，在欧美而言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它是市场，它像看电影一样的，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市场。我看你在采访里说，你觉得还有10年到15年，国内这个市场也会很好。对，至少10年吧，至少10年，因为这一波我们的深入人心这个节目，包括现在第2季，它就是刺激了市场，然后也刺激了很多我们的音乐剧的年轻的一些，比如说现在上学的喜欢音乐剧的人，他们会更加的努力。所以在这10年当中，有很多好的音乐剧演员出现。然后呢，我相信，因为有了好的市场，有很好的制作团队，会制作更精良的音乐剧作品。所以这就会慢慢变成一个非常良性的事情。Leaving my house, I'll be your shelter. Just bring me back the 1,000但1000个吻我会。今天晚上有演出，对不对？对，我有演出话剧，你要去看吗？我今天看不了，我也有演出。sorry， 我很忙的。以前老去看他的演出，演大后天去看，哎，大后天去看吧。大后天有时间吗？没票。咱这样站票行吗？你拿个证，我在旁边看，后台的朋友要拿剧本提一下词。行，可以。你凡有空的时候就会去看吗？有空当然去看了，几乎我的所有的音乐剧他都看过，都看过。他的戏我也看过，音乐剧他们看3遍。3遍。那你看的时候在底下都想什么？你就会看到我的同学，这一部戏就是他的一个成就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变化也好，你会回想到他曾经，对，他真的，我那天他演完了以后，我就看着他，我说你老了，我说你变成熟了。就在这瞬间，就在今天，闭上眼，抛开所有疑虑，继续向前。我认识他时候19岁，你看那个19岁是什么样的？哦塞，那全都是玻尿酸，不是，那个胶原蛋白，玻尿酸。我不录了。现在还是胶原蛋白？有，玻尿酸。玻尿酸。对，早上起来来了一下。就很感动，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他那么青涩的时候，那脸上全都是有那个那叫什么东西？高原红。对，高原红，还有点那个斑，哎对斑迹，就是一个特别懵懂少年，知道吗？现在站在台上的时候，觉得是一个成熟的音乐剧演员。觉得作为同学而言，我不是他怎么可以这样 ？No， 我是觉得真的，我为他自豪。你们俩私下也会互相讲这种肉麻的是吗？不，从来没有。我们俩就是刚刚说的话最多，也就是就是那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那种，就那一句话，但我相信能 get 到。你 get 到了吗？今年我们俩唯一就是我们俩生活中从来不会我说你这太你怎么从来没有这些废话，你知道吗？就是跨年的那相互损。跨年的那天，我们在长沙录节目，就是19年的第一天，我们在屋里面喝酒，庆祝跨年嘛。我把他叫到角落里面，因为很多人嘛，好多人。我跟他说了一句可能比较肉麻的话，我说哥，你真的这么多年辛苦了。因为那个时候播到那个时候节目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已经让音乐剧让很多人知道了，你知道吧？
然后就那个，你要说自豪、骄傲，那个时候很骄傲、很自豪。到我们俩认识10年，我跟他说，我说哥，你真的这么多年辛苦，我说你终于走到今天了，其实蛮感动的，就是他终于能知道我这一路走过来的一个经历，对，一个经历，然后他所有人的经历过话，那就是相互的嘛。我就说你长大了，说你看看你现在都有皱纹，你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那是我自己想象的，就是没有。你天天想象自己很有权威的。你管管他，他笑得太厉害了。你能不能坐一下？稍等一下，坐一下，挡住我的光了。哎，我觉得我来什么时候播出？今天晚上有采访吗？对，不想。今天不知道，你看你的。直播吧，咱们。哎，他们这个有点烈。你早上开始了吗？我们一早就开始了。那边不要看我。找着了，找着感觉，找到啥感觉？找着叶修的感觉。我看你在其他采访中说，看他第一眼就觉得他已经是艺术家的水平。第一眼啊，没有，没有，那他们瞎说的啊。这是考试的时候啊，因为他专业非常好的那个时候。哎呀，这难得呀，夸你。因为我是，要不然我这样进里边待着。那他进里面待，我就不会说这个话。对啊，夸人当面夸，对不对？要不然他不知道，白夸。那你再夸一下，没说完。嘎的是一个。大清早不要那么尬。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后，基本上都会他那个跳芭蕾嘛，他就是从芭蕾跳到9雷，9雷中间徘徊。地雷。我们班改行的特别多。那为什么你们俩能坚持下来？还是喜欢，真的是，而且我们俩可能由于生活能力和智商，可能不太干不了别的。你说改行，你说我们俩这个脑子去做生意，可能就赔死了。说自己家嘎子不一定认同你哦。不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俩智商，你关键是不是赔不赔的问题，是没钱。没钱，对，你连底钱都没。对。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地方？我们其实内心世界上谁都没有变化，主要我们彼此都太了解了，依然是那个大学刚进校的那俩傻子啊。我一直说把我们同学都拉过去内蒙玩一趟，这说了很多年了。那正好节目组也找到我们去内蒙有这样的一个拍摄的活动，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我立马接，我给他说咱们去吧，他说二话没说，我一定去。你很不适应哦，好像。对，不太适应。他去了3天。我以后再也不会嘲笑他眼角的皱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内蒙的日照太强了。就是你不这样的话，就瞎了。真的，你每天你出了门你就要这样。关键是干，非常的干。你的眼角每天要这样才会舒服。要不然特别干，又干又晒。最关键的是他去了4天嘛，4天没拉屎。他说再也不敢去了。像今天这种场合呢，一般一起采访的时候，谁说话会比较多一点？他多点，对。我们俩同时接受采访，主持人话会多。当我们站上舞台前，练习的画面又浮现。他们说找你们唱的这个电影很合适，叶修和他朋友的感情跟你们感情很像。你们认识？看一下啊，10年，10年。我想想啊，快11年，快到9月就11年了。到9月11年。还记得11年前第一印象吗？记得考试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瘦，特别瘦。除了瘦呢？
他那时候的发型就有点像 cosplay 现在的对叶修， cosplay 那种，就是那种鬓角到这儿，这么长鬓角，对，特别长，你的意思是好看还是不好看？不好看。就是那个时期，就是属于像那个是李宇春啊，包括他们那一时期是正好火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时髦那个发型，应该是08年啊09年嘛，对啊。那你还说不好看？就他那个时候是像个，我见他的时候像个打鱼的，在青岛的海边啊。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我说那个青岛，那我也没去过，是海边城市嘛，对，觉得长有点像打鱼的。长得就像打鱼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个子也高，一看就营养，也就是非常，这一看他吧，你看就属于那种吃海鲜长大啊，然后经常也估计在海边干活的感觉，有点驼背，所以从大一开始他根本不会跳舞，所以在北京舞蹈学院其实对于他而言，其实从跳舞啊。这个从形体上其实对他改变很多，包括后来他演了那么多年的戏之后，他整个人就是现在挺拔。多少个日子肩并肩付出的汗水。那你们俩在这10年、11年当中有过任何的矛盾、不愉快、吵架、打架吗？大学的时候有，对，正常。大学的时候有，就经常会因为排练的时候啊，意见不合。这经常的，其实还好。最凶的一次吗？啊，最凶的一次。我们俩倒还好，我们俩还好，没有特别凶的没有时候，就是动手啊，我们俩从来没有。对，就是最多就是稍微磕一下啊，对，我不服啊，对，回两句嘴啊，然后对2个小时不说话呀。对，希望你们以后能有机会打场架，打过架的感情会更深的。那一会儿吧。行，咱准备俩拳击手套。对，我一般都用兵器。兵器。